好进部的火车，等会发电给司令部，然后你派人到前方搜查。你们分成2队，向铁路迂回。哎。这就是绝路了，刘教授，跟我回去吧。我不回去，这一切都太可怕了，长轨、轮回。你说什么？长轨是什么？轮回是什么意思？不要明知故问了。你们日本人干的这些事情，迟早会反报到你们自己身上。要不我们做个交易吧？只要你把真相告诉我，我有办法保护你。你以为我会相信你？前无生路，后有追兵，你没得选择。我有选择，与其为虎作伥，我还不如选择光明磊落的死去。刘教授！特使和整个护送队都消失了。是的，阁下。最后一次接到护送车队发来的电报，说已经与郊外的宪兵接应部队会合。八嘎！宪兵队怎么可能派出接应部队？那是敌人的阴谋。马上派人搜索郊区，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找回来。嗨！报告。起来。严谨小姐，刘松找到了吗？抱歉，大总，刘松跳崖自杀了。这是我们找到的遗物。刘松的尸体找到了吗？正在搜寻。必须找到刘松的尸体。还，可是刘松已经死亡，他的尸体。执行命令，其他的事情不必过问。今天早上，教育司司长离奇死亡，死因和3日前的上海商会会长一样，而且在他们死之前都收到过一封署名为“锄奸队”的警告信。现在外界疯传，国府方面在密杀中间派的政要分子，舆论对我们非常不利。这一定是日本人搞的阴谋，想要一石二鸟。一方面争取中间分子投敌，另一方面破坏国府在国际舆论上的声誉。工部局有新发现吗？工部局呢，出于各方面的考虑，现在封锁了2人的真正死因，对外宣称2人死于急性脑膜炎。哎，对了，上次工部局送来的物证，你们的检验结果出来了没有？初步的检查报告已经出来了，我们去化验室。好，走。根据我们初步化验，信件上被污染了一种可以通过皮肤传染的病毒，受害者接触信件时会感染病毒，大约12小时左右，病毒进入大脑，造成目标死亡。你知道是什么病毒吗？无法识别，应该是一种全新的病毒，爆发速度快，但潜伏周期却超过1周，间接传播，杀伤威力惊人。应该是日本人弄出来的新玩意儿。联络处通过与工部局方面的交涉，得到了一个特征：2名死者的脖子上都有一枚铜钱大小的紫色淤伤。看来这个淤伤就是中毒并发的一个特征。哎，我听说你刚刚截获了日本特使携带的文件箱。
这个时候突然来上海的特使，是否与日本人的新病毒有关？很难说。文件箱经过特殊处理，只有发件人和收件人可以打开。我已经让开锁的专家进行破解，希望箱子里的东西能为我们揭开神秘病毒的面纱。严景小姐，听说你昨天去了王朝歌舞厅？是的，大佐，我去是为了寻找线索。刘松跟他有什么关系？报告大佐，越是这种鱼龙混杂的地方，小道消息就越灵通。刘松自杀后一直没有找到尸体，我们派出的宪兵队找不到的尸体，也许会被其他本地势力无意中发现。你说的不无道理。大佐，我想提个问题。你有什么疑问？刘松自杀之前精神混乱，他反复提到伥鬼与轮回，那到底是什么？伥鬼，地狱中最可怕的恶鬼，他需要附身在无辜人的身体上，才能转世轮回。那这和刘松有什么关联？因为伥鬼已经现世，而且就在我们身边。好了，伥鬼轮回的问题我已经告诉你了，下面我需要的是刘松的尸体。大佐，你为什么这么执着于那个人的尸身？确切的说，我需要的是他手上的一个东西。特使车队遭到袭击，我怀疑是 CPA 所为。那个箱子的钥匙就在刘松身上。我限你24小时之内找到刘松的尸身，否则军法处置。报告副理，这个密码锁看似简单，必须使用一种特定的钥匙才能打开，其他途径都已经试过，但都失败了。要是强行打开呢，有什么后果？很难预料，很可能会启动箱子的自毁装置。有没有更稳妥的方法？我们可以试用一下液体进行腐蚀，但能否顺利打开，还很难预料。好，就按你说的办。杰生，通知侦探组带防爆锁来查报。是。你是 CPA 最优秀的拆弹专家，你有什么办法？没有办法，除非找到停止起爆器的钥匙。起爆计时器有24小时，必须在有限的时间内找到这把钥匙。西西，你刚才有没有看到一个可疑的人？没有啊，怎么了？你看，龙府里邮差阿忠，这什么意思？我不知道。对了，你留下紧急约见暗号，到底发生什么事？这不方便，别处说。我从日本特使那儿截获了一个箱子，可是，在打开的过程中，不小心碰到了启动装置。我只有不到24小时的时间，必须找到钥匙，关闭计时器。那个箱子是不是有个很特殊的锁？而且钥匙孔正好可以容纳一根手指。你怎么知道？我们姐妹真是同病相怜。北野那个家伙限定我24小时之内必须找到刘松的尸体，不然就军法处置我。因为那个刘松的手上拥有一把能够开启特使箱子的钥匙，而那把钥匙想必就是姐姐需要的那把。有可能。刘松不是没有死吗？这样看来，如今只要找到刘松，一切就迎刃而解了。你上次给我的照片，我已经查到了线索。这样，你负责寻找刘松，得到钥匙后直接去王朝阻止爆炸。
我根据纸条线索去查个究竟。好。你是谁呀？我是附近的邻居，麻烦阿忠师傅帮我带封信到邮局。我可以进来说吗？照片上的女人是刘松的老婆，曾是一名军医。2年前，刘松被日本人神秘地带走，之后又传言刘松叛变投敌，于是他老婆也跟着有了汉奸之嫌，被国民政府列入黑名单，现躲藏在董家渡住宅区。你找谁？你是刘教授的妻子？你是什么人？堂堂军医，竟然落得这步田地。我的事情跟你无关，你到底是谁？出来吧，我猜你一定会来这儿。你是日本人？我和你一样是爱国者，抗日的爱国者。你不是要寄信吗？你到底是什么人啊？我是工部局的探员，我怀疑你跟最近离奇的政要命案有关。把你知道的全都说出来，不然我抓你回去，有的是办法让你交代。别，探长，我是好人呐，我真的我什么都没做过呀。信是哪儿的？为什么2名政要死之前都收到你的信？探长，我们邮局有规定，不能接受半路上投递的信件。我什么都不知道啊。你脖子上的伤是哪儿来的？我不知道。这么说你是 CPA 的人？没错。你走投无路诈死的事，我不会揭穿你。怎么说，你也要领我这个人情吧？你说吧，想我怎么样？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你身上是不是有把钥匙？还有，昌轨是什么？你居然知道钥匙的事情，看来你知道的真不少啊。你身上真有钥匙？不光是我，很多人都有。所有被抓去沦为日本人工作的人，都有一把钥匙。有很多跟你一样的人。那你们被迫在哪儿工作？日本人逼迫你们做什么？就在日本人秘密生化实验室。日本人逼迫我们研究生化病毒，制造生化武器。什么？我手上的指环就是一种特殊锁的钥匙，使用时必须将手指插入孔洞中，钥匙的密码与锁上的丝丝入扣，就能打开这把锁。我们接到情报，你手上的这把钥匙可以打开一个特殊的箱子。你知道箱子里装的是什么吗？那昌轨呢？昌轨？在中国有这样一个传说，只要冤死的人在通往地府之前，在阳世找到替身，把他交给阎王，就可以回到阳世再继续做人。这些魂魄来到阳世寻找那些贪婪的灵魂，以他们的欲望引导他们走进地狱。这些引诱其他人灵魂的魔鬼就被称之为昌轨。那这跟日本人有什么联系？昌轨就是日本人最新研制的一种病毒的代号。病毒？没错，这种病毒通过皮肤接触传染。日本人将病毒传播给第一批受害者，并且用昌轨的传说来哄骗他们。
让他们感染上剧毒，并且只能活上1周。如果他们在死之前传染另外一个健康的人，就能够把病气与剧毒过给那个人，他们就能活下来。真可恶！所有潜伏期的患者都有一个共同的体貌特征，就是在颈部会出现紫斑纹。当紫斑形成铜钱大小时，患者就会死亡。紫斑？说，你脖子上的淤伤到底是怎么弄的？你想知道？我带你去见一个人，他一定可以告诉你。谁？就是让我送信的那个人。他让我把信送给政府的大官，这一切都是他安排的。你刚才不是说不知道吗？因为我知道那些大人物的死肯定和那些信有关。好，我跟你去。不过你最好老实点。是。放心，我们会保护你们安全抵达后方。只是……明白。你们是想要了解昌鬼的情况？关于昌鬼病毒，你有什么破解方法吗？在日本人的病毒研究所里，与我志同道合、忠于国家的战友还有很多。这2年来，我们不断制造麻烦，故意失败。即便是如今的昌鬼，也存在非常致命的弱点。昌鬼病毒看似可怕，但患者只要在紫斑变为铜钱大小前注射特效血清，就可以根治。刘教授会制造血清？没错。其实昌鬼病毒有许多限制，根本无法大规模使用，只要适当防护，就完全可以杜绝感染。目前还有件事情要麻烦刘教授。我手上这枚是指环钥匙。事不宜迟，我们走。探长，我只能把你送到这儿了，不能进。探长，怎么了？里面有什么？我真的不能说呀！你为了自己能活命，已经害很多人是吧？我这是被逼的呀！我也没办法。这里根本就没有什么送信人，对吧？你就是病毒的源头，是你在送信的时候将病毒传染给了那些政要人物，而指使你这么做的人就在前面的仓库里，对吧？我不想死啊！我不想死啊！我不想死啊！
么回事？为什么会打不开呢？看来我手上的指环，并非这个箱子的钥匙。不可能，北野亲口说，只有你手上的钥匙可以打开箱子。啊，还有不到5个小时。快派人出去清场，这个箱子绝对不能在这里爆炸。我们把箱子移出去。可是副理说过，这个箱子里面很可能有日本人的核心机密，如此重要的情报就这么毁于一旦。公司的机密安全高于一切，有什么事我扛着。快！等等，我有办法。什么办法？既然箱子可以移动，那么不妨去找北野。北野肯定知道这个钥匙的价值。找北野？对，北野知道这个箱子的自毁装置。只要北野打开箱子，我相信一定有办法看到箱子里到底是什么文件。可是，不能再迟了。别忘了，你我都是中国人。吕松，你这是何苦呢？我手上的这个指环，是日本人用特殊手法固定在我手上的，取下来一定很麻烦。既然北野以为我死了，你拿这个去交差，一定不会怀疑。燕景小姐，刘松的尸体是在哪里找到的？郊外荒山。他的尸体呢？都被野狗咬得不成样子了。为什么尸体被野狗啃了，而这根手指却完好无损？而且指根的断面似乎是被利刃切割的。是的，大总，我们找到了一条完整的手臂，军医正在检查，而这根手指是我亲手割下来的。岩井小姐，你的任务完成得很不错。这是我应该做的。报告，进来。报告阁下，有信。这个难道是特使的箱子？当然。可为什么他们给送回来？看来今天真是一个好日子。岩井小姐帮我找回了钥匙，而这个箱子又被敌人自己送了回来，失而复得。这是不是太巧合了？这不是巧合，是天意，是上天对帝国的眷顾。岩井小姐说的对。看来敌人的心智并不坚定，还剩这么多时间，居然就放弃了。难怪他们不是帝国军队的对手。是的，大总。岩井小姐，你想知道箱子里面是什么？大总是想试探我对帝国的忠诚。不，作为岩井家的女儿，你有权知道这一切。刘松的手指上虽然是很重要的钥匙，可是与特使的箱子无关。
你有权利知道一切。帝国圣战全面展开，而这份指令标志着另一个战场的全面展开。可生化战是日内瓦条约所不允许的。那是西方列强弄出来自欺欺人的东西。他们自己一方面研发制造、使用这种特殊的武器，一方面又害怕别国用来对付他们，所以这份指令是由大本营签发，允许我们秘密研发这一领域的武器，一切为了天皇的圣战。挣扎了。注射了这种毒剂后，你只要把病痛传染给另外一个健康的人，你就解脱了。你把他弄晕，他的眼神我看起来很不舒服。你不是说去总公司了吗？怎么会在这儿？我早就回来了，我只不过想看看，我不在的时候，你能不能挑大梁，独当一面。考察的结果怎么样？是不是对我的表现很不满意？只能说还凑合，不过关键的时候还是要靠我的。你少臭美！经理大人，这里怎么处理？我倒想听听你这个副理的意见。你这是在考我吗？按照我的意思，把这里所有的研究资料，还有病毒样本都带走，拿给我们的研究员研究病毒抗体。其余所有的东西，全部烧毁。主意不错，很有当经理的潜力，眼光深远，佩服。那我去收拾东西，你放火。哎，到底谁是经理？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当然是在你最想我的时候。那你还是别回来的好。我不回来谁救你？你作为战士虽然很厉害，但是作为经理，在全局的掌控上还有欠缺。少在这马后炮说风凉话啊！风凉话？我可是给了你重大的提示，咖啡馆里的字条可是我留给你的。我早该猜到是你在搞小动作。什么给我线索？分明是让我去探路吸引火力。你好在后面捡现成的，我还不知道你那点小心眼儿。难道我在你心中就真的那么不堪吗？没错。那南风吹来清凉，那夜莺啼声细唱，月下的花儿都入梦，只有那夜来香吐露着芬芳。这里就是北野君向我多次提起的上海滩不得不到的王朝舞厅。是的，渡边阁下，我倒是没看出来有什么特别的地方。王朝歌舞厅虽然不像百乐门那样享誉中外，但却因为一个女人而红遍上海滩。一位女人，这倒是引起了我的几分兴趣啊。就是那个女人，王朝的舞池皇后露露小姐。哎，柯明，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杰德利，你回国后我们5年没有见了。Howard，我真是没有想到在上海见到你。你们是老朋友，认识？是。哎呀，
霍华德先生就是这次的特使，他代表美国政府。莱克敏，过来讲。美国特使，老朋友，我可得告诉你啊，现在的上海滩是日本人的天下，一个白人出入风险很大呀。不过，你这次亲自来，想必一定发生什么重大的事情。又被你猜中了，林，你还是一如既往的敏锐。我这次来是希望得到中国政府的帮助，我们的国家正在遭受威胁。是这样的，1个月前，日本海军的潜艇曾经逼近了美国海岸，然后利用空飘炸弹袭击了美国本土。炸弹虽然没有造成什么实质性的损失，可是却引起了国内民众的恐慌。亲爱的李，你了解美国，我们的国家自独立以来，还从来没有遭受过外来的袭击，所以我来寻求你们的帮助。那我能帮你们什么呢？我们的海军情报处怀疑日本人正在制造一种廉价而有效的空飘炸弹，它的目标就是美国的本土。有迹象表明，这种炸弹将在上海实验制造，但是如今的上海失去了租界的掩护，我们的情报人员很难展开行动。所以希望你们 CPA 能够调查日本人的空飘炸弹研究，阻止他们的疯狂计划。你放心吧，中国和美国是盟国，而且我们是共同对抗日本的战友。我们 CPA 一定会全力以赴的。太感谢了，我代表我们政府感谢你的帮助。好，非常感谢，合作愉快，谢谢。既然渡边阁下对这位露露小姐有兴趣，不如今晚不。对于这样气质品貌俱佳的女人，我有更好的安排。哦，渡边阁下是想让露露小姐参加这次的亲善选美活动？当然，而且我还要将选美大赛的场地就设在王朝舞厅，一举两得。原来如此，渡边阁下真是深谋远虑。来，这次的任务，政府方面非常重视。知道，可是现在没有了租界的缓冲，我们的活动范围小了很多，而且像空飘炸弹这么机密的计划，想必76号也所知有限，所以我们的那些线人根本就没有用，只能依靠西西了。哎，听说日本人要征用王朝舞厅？对，他们想在王朝举办亲善选美大赛。哦，真是没有想到，北野他还有这个雅兴。西西传回情报说，这个亲善选美大赛的主持人是个叫渡边光一的绘画大师。渡边光一？对，这个人我知道，他是日本知名的画家，在欧美也有相当的知名度。怎么，这个人有什么问题吗？西西为什么特别提到他？我和西西都觉得，这个人绝对不是单纯的画家，他给我们的感觉特别不舒服。能让我们的2大王牌都感到异常，那这个人肯定不寻常。而且，北野对待渡边的态度，好像也很有问题。你想，北野这种少壮派的高级军官，能对一个画家如此谦恭？如果说北野喜好绘画，不管你俩信不信，反正我是不信。所以我觉得这个渡边一定没那么简单。好吧，既然渡边是选美大赛的评判，那么露露，这次要靠你。你的任务就是获得选美大赛的冠军，然后伺机接近渡边。我总感觉，日本人在上海大搞疯传计划的同时，又搞出这么一个亲善选美，这两者之间说不定有某种联系。对了，哎，这什么东西？你闻闻。好大的桐油啊！鼻子挺灵的嘛。你骂我是小狗？我是夸你。你把这个东西交给我，是新任务的线索？没错。你看这是用什么材料做的？感觉像是布。是指头，通过桐油
做了防水处理的油脂。不错，这是日本海军空袭美国本土的空飘炸弹的碎片。啊，小日本也太有想象力了，居然用有纸糊的炸弹去袭击美国本土。可是他们成功了，所以这个东西就不再是什么假想的创意，而是杀人的武器。西西，你的任务是分析这个东西的具体制作工艺，还有调查日本军方在上海的疯传计划。是。包子，热腾腾的包子，哎，热腾腾的包子啊，哎，小笼包子啊，哎，包子啊，好。老师傅。哎呦，哦，小姑娘，我这里可没有衬你的花阳伞呐。师傅您好，您帮我看看，这块是不是蒙纸伞的桐油纸？姑娘，你这块东西哪来的？啊，是我的一个朋友从国外带回来的。怎么了？哦，这块散纸很结实，说实话，比我的桐油纸伞还结实得多呀。而且它们的味道好像不一样呢。这块纸上刷的不只有桐油，里面还混上了捣烂的柿子。比例呢，我看不出来，但是配比非常合理，经过反复的刷晾晒，这种油纸啊，用水都泡不烂，不发霉，不会蛀，能用几十年呢。那照您这么说，它的做法很繁琐。一个人做肯定很吃力，但胜在成本低廉。哎，露露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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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露露姐，你听说了吗？厉经理要我们去参加日本人的选美大赛。我知道。哎，露露姐，你参加吗？不参加行吗？那不成汉奸了吗？就是谁说的？就是参加个选美罢了。而且日本人把刀都架在我们脖子上了，谁敢不去啊？我们比不了那些名媛淑女，有家世有背景的，大家都是出来讨生活的，老板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吧。我听说那些日本人杀人如麻，还特别色。放心，日本人这次打着亲善的幌子，应该不会轻举妄动的。不是说了吗？拿了冠军还是有奖金的。那露露姐去，我们也都去，好不好？好吧，好吧，那就去吧。那咱们准备一下。哎，露露，外请舞女的情绪安抚下来了吗？为什么你一定要让他们也参加？我们的女员工完全可以完成日本人的名额。露露，北野不是好糊弄的。我们这儿的女员工，除了你以外，都是些擅长战斗的行动人员。平时让他们在上面陪人跳跳舞还行，真要是让他们参加选美比赛，搞不好是要被拆穿身份的。露露，这点李经理说的对，这次选美比赛并不只是王朝一家，全上海所有有名气的舞厅夜总会都在受邀之列。让我们的员工与那些舞女混在一块久了，难免会露出破绽，惹出麻烦。你说呢？我知道了。经理，西西那边传来情报了。对，据他调查，所谓的空飘炸弹其实就是油纸糊成的气球。他们通过对传统油纸伞的技术的加强和改良，日本人研制出一种既耐用又廉价的空飘炸弹，然后利用氢气悬浮升空，依靠季风漂流飞向美国本土。不过刚才我和老贵都发现了一个问题。露露，你看这个，这是我标出的太平洋环流气层，你看出什么问题了吗？这个环流也经过日本，也就是说，日本人完全可以在本土释放疯传。不仅如此，疯传的制作非常简单，价格也很低廉。日本人把疯传放到上海，也就是说，他根本是另有目的。你看，上海在这儿，上海是亚热带季风气候，冬季呢受西伯利亚寒流影响，刮西北风，到了夏季又转东南风。日本人的疯传计划就是一个幌子，北野的目的
还是细菌战。他想利用风船携带细菌特种弹，然后顺着季风飘向内陆。你分析的很有道理，而且这个方向是第2战区，也是中共的根据地。看来这个北野的野心不小啊。什么事？经理，北野带着宪兵队的人来了。这名要见露露小姐。北野大佐，哎呀，你亲临王朝，有失远迎，有失远迎。李经理，这次青山选美大赛的通知收到了吗？收到了。但我得知北野大佐把青山选美的场地选在我们王朝，我简直欣喜若狂啊！能为皇军效劳，一直是我的夙愿。没想到李经理这么支持皇军。当然，就在刚才，我还在向我们舞厅的姑娘宣传皇军的好。真的，露露小姐可以为我证明。露露小姐，我们又见面了。这位先生，我们好像是第一次见面，怎么能是又见面？昨天晚上我来过，那时你在台上，我就在这里，欣赏你精湛的舞姿。那实在是抱歉，我可能太专注表演，没有注意到你。不，你看到我了，我知道。北野大佐，这位先生好像是第一次见面，幸会幸会。李经理，这位是渡边先生。渡边先生这次是专程来看露露小姐的，你就不要再打扰他们了。好。既然李经理如此热心皇军的事情，那么我们就研究一下这次选美活动的安全保卫工作。但凭北野大佐吩咐。露露小姐，能否麻烦你带我参观一下王朝舞厅的格局？当然，露露小姐，要好好陪陪渡边先生。愿意为您效劳，渡边先生，请。请。李经理，客气了。大佐请。渡边先生，请。这就是我们的贵宾厅，没有什么特殊之处。露露小姐，我很想知道，这只是一个普通的舞厅，为什么会存放这么多的陈年好酒？当然是为了款待像渡边先生您这么高贵的客人。哼，露露小姐，你跟那位李经理认识好久了吧？没错，我们认识很多年了。我看到你们很默契，不像是舞厅老板和舞女之间的关系，怎么说呢？反而更像是配合了多年的搭档。渡边先生，您怎么会有这种感觉呢？哼，我只是随便这么一说。这里也没有什么可看的，不如我带您下去坐一会儿吧。要不要带上一瓶好酒？算了，我不喜欢洋酒，还是清酒比较适合我。露露小姐，请。渡边先生，请。你找我什么事儿？露露，说正事儿。我找你就是想问问，你那个渡边到底怎么样了？观察敏锐，判断准确，是个很厉害的对手。昨天晚上，他让我带他参观王朝，
与其说让我带他，不如说是他拉着我走，而且他第一时间去了酒窖。他的直觉认为，如果王朝有问题的话，酒窖将是第一突破口。王朝娱乐公司总部是由德国教官团提出的设计方案，带有很浓厚的军人色彩。他能够在第一时间怀疑到酒窖，说明这个渡边很有可能受过正统的军事教育。我总觉得这次选美很奇怪，不仅是这个渡边，还有北野的态度。北野？对，2年来，北野所有的活动都跟细菌武器有关，怎么会突然搞起选美活动呢？你不觉得不怪吗？目前还看不出两者之间什么联系。总而言之，我们掌握的情报太有限了，希望老贵能带回一些新的线索。渡边先生，渡边先生，请问这次中日机上选美大赛有没有什么政治和军事意义？是啊，渡边先生，你回答一下吧。说两句吧，渡边先生。渡边先生，啊，渡边先生，渡边先生，有没有什么军事意义啊？说两句吧，渡边先生。我为你歌唱，我为你思量，夜来香。完全没有那个必要了。露露小姐就是今晚的花国皇后。其他佳丽虽然美艳动人，但却无法和露露小姐相媲美，所以我宣布，今晚的冠军就是王朝舞厅的露露小姐。露露小姐的表演很精彩，非常遗憾了，岩井小姐。如果岩井小姐报名参加选美大赛的话，那最后的桂冠争夺就不会像现在这样毫无悬念了。露露小姐的戒指非常别致，能否让我看一看？这么劣质的戒指，不好让渡边先生过目，是这样的吧？我想今晚渡边先生送我的冠军才是最好的礼物。
渡边一定发现了什么，也可能只是个巧合。应该不是巧合。现在渡边没有死，那么疯传计划就仍在进行当中。杀渡边还可以从长计议，但是我认为，为了争取时间，日本人的疯传工厂必须尽快破坏掉。北野的桐油加工厂我已经查到了。经理，上面被日本宪兵包围了，警民要见露露小姐。那事不宜迟，老贵，你协助西西去摧毁日本人的桐油厂，我跟露露小姐去会会那个阴魂不散的渡边。各位太君，这是干什么呀？啊！我告诉你们，我跟你们北野大佐那可是有交情。李经理，我们没有别的意思，我们只是奉渡边先生的命令，来请露露小姐。请？带着武装宪兵来请吗？你别误会了，这些人是来保护露露小姐的。保护？我跟你们走。好，请。日本人的车来了，你炸了桐油加工厂，我再叫你结账。好，那我这次一定按你教的办。露露小姐，请原谅我这样随意的装束。在这里，我不会像在外面那样拘束。我是一个崇尚自然的人，对你们中国天人合一的境界十分向往。渡边先生请我来，所谓何事？当然是要向你兑现我的诺言。露露小姐不会如此健忘吧？昨晚的颁奖典礼上，我曾答应过露露小姐要送你一份冠军大礼。今天把你邀请来，就是要兑现我的承诺。我相信这份大礼，露露小姐你一定会满意的。渡边先生是要在这里送我礼物吗？当然，这里只有你我二人，不会有其他的人来打扰我们。露露小姐不要在意，他们不是人，只是我的收藏品罢了。可是他们都是活人呐，渡边先生竟然喜欢拿活人当收藏品。库尔戈武士传说是被夜神眷顾的武士，也是黑暗中的精灵。我是一个追求完美的人，他们自然也就成了我的收藏品。既然露露小姐对他们难以释怀，那就到我楼上的画室。我相信那里非常适合向露露小姐展示我送给你的礼物。请跟我来。这个地方只有你最清楚了。这样，去把宪兵衣服穿上，把这些燃烧剂冒充桐油送到他们搅拌池间去。好嘞。
这些都是我的作品，也是我的收藏品。它们来自世界各地，我每到一处，都会寻找那里最完美的女孩，然后将她们的美永远留在我的作品中。的确很美。可是，和露露小姐相比，她们实在是不值一提。您过奖了。露露，在我见到你的那一刻，我就知道，你将是我这一生中最伟大的杰作，因为你是最完美的。渡边先生，这个世界没有完美的人。你的笑容是这世界上最完美的笑容，我要留住它。露露，让我为你画一幅画吧，我要把你永远留在我的身边。我知道你有很多不同的身份，我还知道你很厉害，甚至比我楼下的库尔戈武士更加令人生畏。我早就看出了你的不凡，所以我不允许你拒绝我，你只能属于我。你什么时候给我下的迷药？在你进入别墅的那一刻，这屋里淡淡的熏香其实就是迷药。除了我和楼下的4位库尔戈武士，其他闯入的人都会在不知不觉中吸入迷药。现在迷药发作了。太狠心了！你的躯体将是我最完美的收藏品之一，你怎么能忍心伤害它？乖乖的睡吧，当你再次醒来的时候，我将带你踏上最伟大也最美妙的旅程。渡边先生，我们的封城行动什么时候展开？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我是一个追求完美的人，我还有一件收藏品没有完成。上海的激进分子最近太安静了，从选美大赛到封城计划，都没有看到他们的影子。怎么，没有麻烦不好吗？哈，渡边先生，我和他们打交道已经很长时间了。他们是一群非常难应付的对手，非常狡猾，而且实力非凡。我总预感，他们不会沉寂太久。宪兵队北野，那您？怎么 ，CPA 那边终于出手了？渡边先生，你还真沉得住气呀！就在刚才，他们炸毁了在郊区的风船秘密加工地。我们的风船计划还没开始就已经折翼了。北野君，只不过是间桐油加工厂而已，我们随时可以再建100座甚至1000座同样的工厂。可是他们已经知道了我们的计划。真的是这样吗？他们发现的只不过是空飘炸弹罢了。真正风船计划早已准备就绪，而他们却毫无察觉。北野君，你的格局太小了，不要只纠结于一城一地的得失。我们要放眼世界，帝国的圣战
将最终指引我们大和民族征服世界。露露姐醒了，露露姐醒了，露露姐，你没事吧？你怎么样啊？露露姐，这是什么地方？你们怎么都在这里啊？选美大赛结束后，我们就被日本宪兵集中起来，然后就被带到了这儿。他们想把我们怎么样？我曾经听守卫说要把我们带上一艘去美国的船。洛洛小姐，你醒了，让你受惊了。渡边先生，你什么意思？为什么把他们都抓来？他们都是疯传计划的重要一环，而你则是我的收藏品。你到底想怎么样？很多人会以为，疯传计划仅仅是毫无技术含量的空飘炸弹。其实，真正的疯传计划，就是在座的各位佳丽。我要带上我的作品，和诸位佳丽，前往美国进行巡回画展。而致命的病毒，也会和诸位佳丽完美的融为一体，传遍美国的每一寸土地。你只有一个选择，和我一起完成这个伟大的作品，成为我最终的死亡天使。觉得头好疼啊！有冰箱。好，我不想死，我做你的收藏品。这就对了。露露姐，你别去！露露露露小姐，请你放心，我是不会杀害他们的。他们都是疯传计划的重要环节。不过，如果不听话，皮肉之苦在所难免。你果然做出了明智的选择。当然，活着才是最。
非常的完美。开始吧。放他们离开。刺下去吧，露露小姐。作为亲自实施这个伟大疯传计划的人，我怎么可能不注射病毒呢？难道你不怕死吗？看来露露小姐的境界还不够高啊！这也正是为什么你们中国那么多人却无法战胜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原因。你们还愣着干什么？还不去给他们注射病毒！